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为什么要去联合国大会发言？然后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战略意图。那么这我分2个主题展开啊。那么先说新闻，今天新闻其实挺多啊，都是我们上周六做的这个新闻展望中的所有的新闻都发生了啊。第一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75届联合国大会9月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啊。那么由于武汉肺炎疫情，联合国大会决定各国领导人不去纽约参加这个大会，而是通过他们事先录制的这个视频参加9月22号到25号的一般性辩论啊。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说他可能亲自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言，他说我正在考虑直接到联合国去发言啊。那么按照联合国的发言顺序啊，那么川普总统安排在9月22号下午下个星期二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发言的第2位啊，他是第2位，第4位是谁？第4位是习近平啊。那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Kelly Craft 说他说美国在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优先事项是2个，第一人权，第2透明啊。这2个议题很清楚啊，全部都是针对中国的啊。那么当然在这2个议题当中，美国有充分的弹药特别是人权和疫情这2个议题当中的各个因素啊，美国手上的材料很多，所以而且美国也是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所以在这2个议题上面这个大家想一下啊，这是基本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啊。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要去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当然是因为联合国是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场合啊，然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啊。第3个，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人物发表政治演说啊，他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所以他影响最大，基本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啊。那么川普总统去联合国大会发言啊，那么当然他有几个考虑啊。第一个考虑肯定是跟选举有关系，现在选举是最激烈的时候，现在是进入一个最激烈的状态。那么去联合国总部发言，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啊。那么他去这个联合国总部发言，肯定是有这个竞选的意味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当然这也反映了美国在和中国之间对抗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这个政治方面的攻击啊。那么大家想一下啊，如果刚才美国驻这个联合国的代表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次的美国的关注的议题是2个，一个是人权，一个是这个透明啊。透明当然是关于疫情啊，疫情讲透明，理论上来说，疫情应该讲什么？现在应该讲疫苗，或者是讲管控控制疫情。但是美国关注透明啊，透明说明什么？透明只有一个国家有透明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没有透明的问题，就是关于疫情的透明度的问题，那就是讲的就是中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就是如果川普总统去联合国大会发言，那么毫无疑问，
它针对的目标一定是中国啊。那么在中国的议题当中，它主要的议题讲两个，一个就是人权，一个就是疫情。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川普总统发起了把他所有的资源聚焦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行动。你可以看一下这我们讲在中美的对抗当中，涉及到很多领域有地缘政治，有这个外交，有这个军事有科技等等很多领域但是其实双方最重要的对抗在哪个领域？其实双方最重要的对抗是政治领域那么在政治领域目前主要的在美国方面最主要发起这方面担任最重要的角色的是谁呢？是蓬佩奥蓬佩奥就是叫大会小会上大会小会讲都在讲，他从各个领域其实他发起的攻击主要是针对中共。那么现在就是有个联合国这样的平台，那么毫无疑问，川普总统会去联合国大会表达把这个政治上的对抗升级到最极致的水平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去联合国发言那么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创下了联合国历史上最多国家元首的发言的这个记录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呢，联合国这个一般性辩论发言呢是有时间限制，因为大家物理上人要去到，然后你时间上要排过来，所以它有物理上的限制。但是这次呢，因为大家都是什么？都是网络就是视频录好放上去就行了。所以其实它就是没有了物理上的限制，没有物理上的限制，那就很多人发言。所以这次是联合国大会有史以来发言人数最多的国家元首那么在这次联大会议上还会有几个活动，一个是生物多样性高峰会，还有一个是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还有就是促进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全体会议这都是这次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之一那么大体上我们可以关注下个星期二川普总统可能会去联合国大会发言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在白宫如约举行了这个仪式签署和平协议宣布8月13号宣布签署和平协议，然后9月15号就今天，以色列和阿联酋正式签署亚伯拉罕这个协议那么开启两国外交关系那么巴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参加了这次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他先是上午在这个川普总统先在椭圆办公室与巴林的外交部长、阿联酋的外交大臣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各自进行这个双边会谈参加美国这边参加的有蓬佩奥、努姆钦还有就是库什纳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婿，还有幕僚长梅多斯那么举行这个签字仪式呢是在白宫南草坪，有几百人参加那么川普讲了一个特别的话他这么说，他说除了巴林王国以外，美国正在和准备加入这个协议的另外5个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然后他说呢，
巴勒斯坦也最终会参加。他说他们如果不参加就会被冷落啊。那么以色列是第3个阿拉伯国家啊，不，这个阿联酋是第三个阿拉伯国家，这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啊。第一个是1979年是埃及，1994年是约旦，然后今年是这个是阿联酋啊。好，我们讲一下啊，几个讲话我就不读了。阿联酋赞扬这个川普总统了，然后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感谢这个川普总统啊。然后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建交，毫无疑问是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新的进展啊。那么然后如果接着就是巴林，然后如果接着巴林之后，然后再还有5个国家加入的话，那大家想一下，这个中东和平进程这个应该是看得到的一个结果啊。那么毫无疑问，川普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就像川普总统谈的那样，那么他将会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有力竞争者啊，有力竞争者。我们上次有一个节目谈过这个啊，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可能性很大啊，可能性很大。我们梳理一下啊，梳理一下两件事。第一个，为什么中东和平进程突然一下改变了？突然一下，这是一个突破。其实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这是一个突破啊。这个突破的原因是什么？突破的原因是美国终于搞清楚了中东和平竞争的关键密码是什么？密码其实不是以色列，也不是阿拉伯国家，其实是伊朗。那么伊朗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障碍啊。那么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其实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主要的威胁，但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它还有一个威胁就是以色列。当美国决定放弃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川普总统已经搞明白了中间的这些关系，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伊朗，要中东和平进程啊，就是要开启中东和平进程啊。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当美国放弃伊朗啊，就是说还是要对伊朗进行制裁的时候，其实今天就是我印象中今天还是昨天，美国开始制裁伊朗啊，制裁伊朗。那么今天我印象好像是今天啊，记不太清楚了。其实大家不明，其实当初就是美国决定弃核就是放弃和伊朗的核协议，其实大家都不明白啊，觉得这是川普总统这个退群的其中一个。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美国没有放弃和伊朗的核协议的话，那么中东和平进程是实现不了的啊，实现不了的，因为阿拉伯国家还是搞不清楚美国的意图是什么，只有当那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才会发生。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个动作啊？你可以梳理一下啊。美国其实现在在外交上在做很多动作啊，中东和平进程是他要做的一个动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你看阿富汗塔利班，美国先和塔利班签了一个协议，然后呢推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签协议，现在正在谈啊，这是一块，这是一块中东和平进程，阿富汗这个撤出来啊，然后还有一个动作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动作，上半年已经完成的动作，就是调整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部署。其中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从德国撤出来9500名士兵啊，一部分派到哪里？派到了波兰，另外一部分派到亚太地区，就是重新部署。它其实这个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的对外资源更聚焦更聚焦，这是一块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其实美国从去年到现在也一直在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大家也不大理解其实这个动作大家也不大理解，就是川普总统不断的向这个朝鲜，不断的向这个俄罗斯抛出橄榄枝各种橄榄枝，各种抛。其实有些欧盟其实有点不理解欧盟其实觉得川普总统对俄罗斯对朝鲜比对我们还要好，这是欧盟经常讲的一句话。但是你可以看这个美国向俄罗斯抛出橄榄，川普总统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同时向朝鲜抛出橄榄枝，大家有没有留意从去年到现在，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没有给美国带来很多麻烦，很安静所有这一切动作只有一个目的。你看他在各个领域都是收缩的，都是往回收缩的。阿富汗也是收缩的，阿富汗只要和平进程开始了，美国也可以减少对在阿富汗的资源。中东和平进程开始了，美国也可以减少在中东的资源。虽然现在本来就不太多，但是其实我们讲的资源不一定是军事资源，有很多资源，外交资源，各种资源那么中东这一块，欧洲这一块，它都在往回收往回收，目的只有一个，做什么？聚焦印太。以前讲美国定位是亚太亚洲太平洋，但现在把这个战略范围扩大到印度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从其他地方把战略资源收缩，聚焦在印太。当然整个印太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所以你现在可以慢慢的理解川普总统的其他的对外战略，其实他在其他的战略方向全部都是收缩，就是不搞事，就是息事宁人，减少麻烦。只要麻烦减少，我在这里需要投入的资源就会少。我只要投资资源少，我就把它拿回来，放到哪里去？放到印太。这就是美国，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战略动作其实都是指向什么？指向中国。所以从这个战略方向来说，川普总统比其他的美国总统要做得好。好在哪里呢？好在2点。第一点，他搞清楚了冷战之后美国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是谁，这个第一搞清楚。其实冷战之后，小布什搞了个反恐战争，除了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以外，冷战以后其实美国的总统都没搞清楚他的战略对手是谁，一直没搞清楚一会儿找一下俄罗斯，一会儿找一下这个，一会儿搞一下反恐基本上没有搞清楚真正的战略对手。川普总统搞清楚了，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搞清楚战略对手是中国。第二个，他从全球各个热点地区收缩干嘛？聚焦中国我把资源抽回来，聚焦中国。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川普总统的这个大蓝图。川普总统大蓝图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模样我就不具体的再说今天的这个签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了那么我还想讲一个我很感兴趣，但是我有不大熟悉的领域，就是军事领域。这个新闻我觉得蛮重要的美国空军星期二宣布，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飞机，就是战机原型他说这个战机原型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战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近我脑子一直在回想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什么呢？这个议题就是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讲的一句话，他说美军手里有一个新式武器啊，这个武器很厉害。他说这个普京跟这个习近平都不知道的武器。我这段时间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看到这个议题我就很关心啊，很关心。那么我昨天和前天我分别看到了一个题目是什么？就是有人在猜川普总统的这个新式武器到底讲的是什么？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他讲的是美国的其中一个战略核武器啊。昨天那篇文章，前天那篇文章讲，川普总统讲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战略核武器。那个战略核武器它有2个爆炸当量，一个爆炸当量应该是10万吨啊，那个核弹头，啪打过去10万吨 TNT 的这个当量，就是个非常大的核武器。他说呢，那篇文章讲呢，但是呢，这个核弹进行一个改造，小型化之后呢，它大概只有1万吨的爆炸当量，它就变成小型化。这个小型化的这个核武器呢，它的用途比这个爆炸当量更大的核武器的用途更大，因为它可以进行非常精确的打击，还是精确的打击，就让它爆炸当量变小。这个我看了以后，他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新式武器讲的是这个，就是把一个原来更强大的核弹头变成一个更精巧的核弹头啊，这是一个。我不大相信啊，我不大相信那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就是空军今天宣布这个他们悄悄的有了一个新的这个飞机原型，这个飞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啊，那么它可能成为下一代战机。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也不是太理解啊，不是太理解。我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如果大家能够更了解的话，请告诉我啊，请在我们互动的环节里面跟我讲一下，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空军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助理部长，这个叫 Will Roper 博士啊，在一个航天网络会议上透露啊，新飞机是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一部分。美军有一个叫 NGAD 的一个这样的计划，就是他要保持他的空军的空中优势。这个计划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传统单一平台的这个分类啊，然后就是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战机是由什么呢？由战斗机、传感器和武器构成。就是说，它这个飞机不仅仅是一架战机，它还有什么呢？还有武器。我理解是什么？我理解可能是无人机，就是一架战机加上很多无人机，然后呢，这一个飞行员可以指挥整个的战斗机群去跟对方作战。这个我是看到过一些节目在介绍，就是美国空军的一些新的这个战斗的概念，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战斗模式，空战模式就不是一架飞机对抗一架飞机，或者一个机组对抗一个机组，不是的，它可能就是一个战斗机啊，就是一架有人的战机带着一群无人机在打对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我觉得他有可能讲，但是我没想到什么呢？我没想到的是，美国空军讲他们已经有原型了，它不是一个概念，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它已经变成那个现实了啊。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位这个叫 Roper 的这个博士说 NGAD 目前正在
这个数码设计啊，用数码设计，然后组装和测试啊。我怀疑他根本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模拟。模拟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是个行业，模拟是个行业。模拟它可以各种模拟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从设计啊到做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先不做出来，我先把这个设计模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进行各种测试，然后再修改我的设计，最后在模拟的环境当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测试完毕，再去做啊。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他现在正在设计、组装和测试，就是在这个模拟的环境当中啊。那么需要这个物理世界的结果，就是物理世界，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实物啊，要进行测试啊。他说 NGAD 已经走得很远啊，全面的飞行演示器已经可以在现实中飞行了啊，大概是这样。他说这架飞机打破了许多记录，但是他不愿意透露细节啊，他不愿意透露细节。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对手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什么东西。那么在2019年，去年巴黎航展期间，罗伯就是 Robert 就是这位博士表示啊，他们已经是否存在第6代战斗机的概念，已经就针对第6代战机的概念进行讨论。这个概念可能是 F-22猛禽和 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继任者啊。然后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我其实没有太懂啊，但是我大概的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议题啊？讲这个议题的目的是什么？讲这个议题的目的其实是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之间，我经常讲中美对抗实力悬殊啊。当然，其中实力最悬殊的部分是什么？其实最悬殊的部分是军事。中美之间在军事领域的这个实力悬殊非常的大。你可以看一下啊，中国现在所谓的第5代机啊、第4代机、第5代机啊，讲很多军迷研究的很多啊，讲很多，通过这个通过那个，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就说战机这一块，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个政治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些概念，就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在这些领域，它的选项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在讨论，我们不需要真的很熟悉、很了解军事，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政治的选择，它的后果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台海问题啊，台海问题经常有人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哎呀，这个解放军要是武力攻台，美军多长时间能赶来呀？美军到底愿不愿意介入？这其实是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说，美军到底介不介入意味着什么，或者是美军介入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美军他介入的能力有多强，有多大？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了解双方的实力到底差距有多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说美国在日本空军基地的飞机用多长时间能够飞到台湾海峡和参加这个两岸发生的这个军事冲突？你想一下，你算计这个距离，你就知道，其实很多讨论其实是没有现实的基础的。所谓现实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美军真的要介入台湾海峡，
的军事冲突，他需要的资源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他付出的代价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双方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悬殊的程度。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我不熟悉的内容，但是我还是很想讲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做很多政治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事实的了解，如果我们对事实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的判断会出现问题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讲这么多啊。那么总结一下两条，第一条，川普总统准备去联合国大会发言，主题应该是人权和疫情，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国。那么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会在选举的关键时候把这个中国议题再进行强化放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推动这个中东和平进程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战略意图只有一个，在全球其他的热点地区收缩资源，聚焦印太，聚焦中国，这就是它的战略意图。OK，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请大家还是留意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广告的问题啊。我们这2天我们都很认真的把我们能够去掉的一些广告尽量的去掉啊，就是以改善我们网友的这个观看体验啊。那么我希望网友也尽量的体谅啊，就是我还是看到有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也有人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抱怨啊，请大家尽量的体谅一下，好不好？反正我们也在做，有的时候呢我也控制不了，我们去掉以后它又加上，我不可能老趴在那守的，对吧？好不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句，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好，看看我们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好吗？ OK， 明谢海底星，谢谢郭红玉，谢谢林 Eddie， 谢谢 Kevin 陈，谢谢周明，谢谢姥姥王，谢谢老师好，大家好，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就是王老师带领我们洞烛先机，通晓事理啊！谢谢姥姥王，谢谢啊！观点一直想说，王老师的室内布置把你的频道格调提升了，后面的话蛮有味道，远山的呼唤 ，OK， 谢谢啊。观点很理解上期国内网友的心情，看了您的节目心情不好，我自己身在海外，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有无可奈何的感觉。墙内自然更甚，希望墙内的朋友做好财务、粮食和人身安全保重。如果要讲这个吸收负能量，我大概是吸收负能量最多的人啊，因为我看到的世界上的最多的不公和让人愤怒的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当记者的那一天开始啊，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当年在跑两会啊，去北京参加这个人大政协会议，每年的3月5号啊，3月3号开政协，3月5号开人大，我们通常3月1号去北京啊。那么我们叫开大会啊，就是人大开幕或者人大开全体会议的时候，我们叫开大会。开大会呢，这个天安门广场就会戒严啊，戒严呢，就我们车呢，我们能够我们通常会住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到这个人民大会堂看得过去很近，其实在天安门广场两边都能看见，但是要走的话，你得走半个小时啊。
所以我们通常早晨呢，一大早我们就会包车，就是租一辆出租车，开到这个人民大会堂的东门他通常开不进去，在这个长安街的，我印象中应该是南池子过了以后就要下来走过去然后就是散会的时候呢就没有车了，我们就得走，沿着长安街，沿着南池子工人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工人文化宫往北京饭店走。我们在走这一路的过程当中，我通常每天早期的时候，我后来就不行了。早期的时候，我们通常开大会，我们从那边走到北京饭店，大概要20多分钟那么这一路呢，我大概每次呢，我大概会收到3到5封，就是告状信，就是那些在当地走投无路，然后去上访也没有用，去这个信访办也没有用总之走投无路的人会悄悄的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塞一封信，就是我每次只要开大会，我们沿着长安街走，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们就是记者，塞封信，然后就去求你，然后请你帮我忙。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每次我们回到北京饭店，我就拆开这些信，你看完那份信呢，你就会觉得，你就知道，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的天空已经塌下来了。都是人间悲剧，天天你都会看到，就是一场，就是你去北京开一次这样的会，我在北京曾经遇到让我最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最后一次，到后面就没有人能够向我们塞信了就是那次，就是有人还是往我们身上塞信，然后突然那个人就被几个武警摁在地上。就这样，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当记者的人，就是要面对这些情况所以我也不想让大家心情不好，但是这是我们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我们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我们只是通过一个洞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而已你想一下是这样吗提问：美国疫情严重，森林大火，反种族歧视抗争，这些种种对美国的国力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实在担心因此降低美国与中共抗衡的力量。好问题。一些朋友聊过这个问题，就说BLM 的运动就令一些美国的社区出现了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情况。然后你看森林大火，然后疫情又这么严重，美国是不是被重创了？就是说美国有没有重创这一回事？其实我这段时间很留意在观察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被重创？我们去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被重创，我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从宏观上去看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要有个上帝视角。如果你有上帝视角的话，其实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你站在哪里，你站不了，因为上帝视角你得悬空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没办法去观察一个全局性的东西。那我们怎么看？我觉得有一个视角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组织，当他在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的时候，他这个社区是不是能够正常运行，我觉得这是核心的判断。就是说你不管打多严重的仗，你每天你能用同样的价格在超市买到牛奶和所有的蔬菜，你的日常生活你还是正常的上班，孩子正常的上学，所有的社区的运动，大家这个
教会还能够在周日举行正常的活动等等，整个社会是正常运行的。那么他证明什么？他证明没有，他扛住了这些冲击。如果他的社区已经没办法正常运行的时候，他就没扛住这冲击。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判断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疫情对美国社会是有冲击的，这毫无疑问是有冲击的。但是你可以看冲击呢是在慢慢的减缓，这个冲击在减缓，而且就是美国开始找到了怎么样去和他相处的办法。就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星期天他们星期天回来，我没去啊，他们星期天出去逛街，发现其实街道上面的情况已经逐渐的在恢复，我没去，他们回来跟我讲，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你说像森林大火啊，像这个反种族 BLM 这些，我觉得那个影响已经非常的微弱了。所以你可以看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一棵树啊，它枝繁叶茂，根系发达，扎得很深。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架构很强大，这是国家架构。我们要看的是观察的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架构，它修复能力很强，它的支柱很多，它扎得很深。所以我觉得国力强盛反映的是什么？国力强盛反映的就是它抗拒外来的冲击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美国有问题啊，好吧？提问王老师，联合国被 CCP 渗透的很厉害，几乎所有 UN 的外围组织都已经被 CCP 掌控。王老师认为美国有可能组织一个新的联盟或者组织替代联合国吗？包括联合国所属的相关组织，比如说 WHO。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两点。第一点，中国不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全面出击，他把所有他能够碰到的组织都想办法把它渗透掉，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首先已经退出了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会不会退出联合国不好说，但是你可以看到联合国既有的作用已经在被弱化，联合国既有的作用已经在弱化，或者是联合国的需求在降低，就是说联合国被需求的问题已经降低。两个原因，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联合国成立核心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就是解决打仗的问题。但你从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热点地区，战争的因素已经下降了很多啊，唯一战争的因素都是围绕着中国展开的啊，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联合国被需要的程度是在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也很清楚，联合国被中共渗透啊，是控制的很厉害。所以他参加联合国的这个意愿也没那么强，所以他退群啊，退出国际卫生组织啊，这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另起炉灶是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是不是最优方案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如果美国需要另起炉灶的话，那美国还是带头大哥，美国作为带头大哥，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比现在在联合国付出代价还要大得多。所以美国会不会这么干不好说啊。当然这么干呢，当然很简单啊，五眼联盟找来，这个欧洲找来，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找来，把那些其他的你得申请，就搞定了。这件事并不复杂。但是美国要是重新做回带头大哥，跟那个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其实是矛盾的
是矛盾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能够做出决定的啊。观点，这次联合国大会是场好戏，一边是假大空，一边是口无遮拦，其他国家选边站，关键要看欧盟的态度，感觉有人会出洋相。我现在不确定习近平会不会参加，不好说啊，没有正式的说法啊。提问：最近白俄罗斯选举问题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热点吗？会把视线聚焦从亚洲转移到东欧吗？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白俄罗斯问题大家的关注点有多高，但是我觉得热度是在下降啊，它不是上升的，是在下降的啊。白俄罗斯问题，我没有看到它成为全球热点的条件。为什么？它的冲突没那么严重，没有那么烈度没那么高啊，所以我没有看到它成为新的热点的条件啊。情况，先前看过一档节目介绍美国的核武器，称美国对核爆当量控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美军可以在导弹发射后再对核当量进行修正，这是用科技进步来对战争损伤进行人为控制，以达到最终战略目标，这就是文明。但希望永远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啊，那就更厉害了，打出去了还修改当量啊，那更厉害，这比我想象的更厉害。观点：中国的科技这几年看似飞速发展，实则投机专营的主轴，本来是所谓的拿来主义，就是弯道超车的主要框架，到习这里就变本加厉，不择手段的偷了。中国的基础科学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可能有扎实的基础？中国的大学都沦为政治的妓院，还谈什么发展？中国的大学，反正我很了解北大，我也很了解清华，这两个学校我很了解，我分别都跟他们做过项目啊。那么我很了解这些顶尖的大学，从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到教授，他们都在想什么？我跟大家讲，从校长到书记，校长跟书记就是内斗，天天斗。这个大学的校长跟书记，你可以看，没有一个是关系好的，都是互相斗来斗去，争权夺利。校长这个层面啊，那么副校长就是选边站啊，就是你拉一派，我拉一派，双方斗啊。中共的传统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做生意啊，就是从校长这个层面，校长书记这个层面，中国大学全部都是如此，全部都在做生意，校办企业、上市公司啊，资源整合、谈项目、做投资，都在干这个。这校长层面，院长层面干什么？拉资源、搞关系啊，各种整合啊。这院长，这个新闻学院啊，这个文学院啊，各种学院啊，各院长这一级，院长书记还在斗啊，有院长跟书记，到现在为止，他一个大学谁负责讲不清楚，原来讲的是这个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原来是这样表述，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就很含糊。含糊的目的就让你互相斗，互相告状，向教育局去告状，然后院长就这一级就是搞各种合作啊，院长书记也是一样啊，然后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啊，系主任、系书记还是斗，还是做项目啊，拿资源，拿各种项目，教授也是一样，跑项目，都在做这，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想一件事情，想什么教育。整个的大学没有人，从校长到教授这一路下来，没有人，所有人都在想一件事情，钱，没有人想教育这件事。
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这上课都是应付一下，重点是做项目。学生叫老师，叫教授，叫什么？老板，都是他们的老板。学生是什么？学生是免费的劳动力，这就是中国的大学。所以大家对中国的大学要有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看到的北大清华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觉得其他的地方会比这两个学校好到哪里去啊。提问：美国开始要把这个独裁国家逼死的进程了。第一个伊朗，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朝鲜，最后会是维尼的国吗？我觉得美国的策略就是这样，斗而不破，我们尽量的避免撕破脸，但是呢，全方位的开战啊。情况我在国内龙头车企任职，汽车销售的情况并不理想，多个工厂产量只有1/4。你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我本来如果按照惯例，我应该今天讲这个8月份的经济数据啊，我今天都不想讲，我根本就不讲。为什么？因为全是假的呀！啊，那你想，你刚才讲你们这个很多工厂产量只有1/4，产量只有1/4，那你销售会怎么样？你知道这个8月份的汽车销售数据吗？汽车销售数据略有下降而已啊，所以你知道情况是什么？情况：家人在杭州，中学老师，星期一收到通知，打新冠疫苗，表明新冠疫苗已经很广泛可以打了。不禁想，中共是什么时候开始制作疫苗的？去年夏天，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昨天还是前天啊，有个网友提到，就是关于兰州的那个疫苗泄漏的问题啊。中国在医药领域的问题，其实问题非常的严重啊。第一，科研水平很落后；第二，不尊重知识产权，假冒啊，就侵权行为非常的严重啊。第三，假冒伪劣的药品非常的普遍。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药监局没有发挥正常的作用。这是张宏文说的啊，张宏文说的，中国的疫苗不安全不可靠啊，不安全不可靠，这已经是出了名的。疫苗造假这件事情，大家上我就不具体说了，大家随便搜一下都会出一堆的这样的新闻。所以如果武汉肺炎病毒疫苗出来这件事情，我是表示怀疑的，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非常的不耻，因为这是涉及到这么多的人命的问题。所以怎么说呢？第一，我不相信他们有可靠的疫苗，我相信他们已经很早开始做这个动作，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有安全的疫苗啊。观点：墙内洗脑能力很强。我5年前入了一个近2000人的反贼群，他们对土共有意见，经常批评10年文革和老毛的各种作为，但他们当中的人几乎都不翻墙。经过5年后，我前阵子跟他们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变粉红了，喊的都是香港废青，还认为现在一国两制还在，还叫我这台湾人要支持台湾回归，接受一国两制。墙内的清醒者肯定非常痛苦，但是还要坚持翻墙，坚持让自己保持清醒，非常正确。其实保持一个头脑的清醒，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必须保持你信息获取，是不被控制的，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的信息获取是被控制的，那你是被洗脑啊。观点：我和我的同龄人90后年轻人聊天交流观点，多数人对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很多人
很多人更是坚持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他们真正缺的是多样可靠的信息来源。所谓洗脑对多数年轻人并不过于深刻，这就好，那大家就翻一下墙就好了嘛。提问：美国对俄国、朝鲜递橄榄枝，是不是为了给这两个国家减压，不使这两个国家受压和中国紧密联合？谢谢王老师。美国对川普总统对俄罗斯和朝鲜递橄榄枝，只有一个目的：挖墙脚啊，挖墙脚。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对外战略当中有两个主攻方向，一个主攻方向就是美国，一个主攻方向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盟友，美国是中国的对手，就是这两个战略方向。那你想一下，川普总统不断的向俄罗斯这个抛橄榄枝，那这就是挖墙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朝鲜问题，朝鲜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朝鲜是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就是中国用朝鲜议题来牵制美国。为什么？在东北亚，朝鲜是一个安全隐患，因为它已经拥有核武器啊，它是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就对两个国家产生威胁。第一个国家是什么？就是韩国，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那么这两个盟友，当然韩国的重要性现在在下降啊，下降的原因是川普总统不断的向朝鲜抛橄榄枝啊，朝鲜就算是他没有倒向美国，但是你可以看到啊，中国用朝鲜的不断的挑衅来牵制美国，那变成朝鲜半岛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语境，所以中国是用这个来牵制美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到现在，朝鲜半岛很平静，朝鲜半岛一平静，中国手上这张牌就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不断的向朝鲜抛橄榄枝的原因，也就是他不断的去挖中朝的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这墙角，挖着挖着呢，中朝之间开始有矛盾呢，至少朝鲜有想法，他就不制造那么多麻烦，中国牵制美国的这个牌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意图啊，这个意图很管用，这个战略很管用。你看，的确过去半年时间，朝鲜很平静啊，所以你从这个框架来分析什么呢？分析过去从今年的年后吧，3、4月份开始传出来金正恩的健康问题、权力问题，从哪里传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传？为什么川普总统不断的在推特上面时不常的发一个金正恩很健康，金正恩权力很好，金正恩他很好？为什么发这个？这是橄榄枝吗？不是，它其实是辟谣，理解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有关于金正恩的问题的传言出来，权力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这是从哪里来的？那肯定是从中国来的嘛？为什么？不满意嘛？不满意就要放这种风出来，放这种风，金正恩一定会收到的嘛？那金正恩一看就知道这是谁说这话，为什么要说这话？他们俩很清楚的。这就像我说，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回去了，美国也不宣布谁继任，中国不明白吗？中国当然明白，他当事人一看就懂啊，这是中美关系要降级呀。中国出声吗？中国当然不出声，不说这个话，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传出这么多传言？这个传言我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参加这个节目，我给大家提供资讯，
资讯我不是我的原创，因为我不是个记者，我没有在一线跑，我提供不了资讯给大家，资讯都是公共的。当然我比大家勤快一点，我专门去做这件事情，我会比大家得到的更多，或者是更快但是这不是我最重要，我们这个节目最核心的价值。我们这个节目核心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就是我们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看，我们才能看到这件事情它真正的影响和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像金正恩这个问题一样，金正恩我从来不认为他健康有问题，我也不认为他权力有问题，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这个消息本身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消息本身。为什么？你把这个大局，中美朝这三角关系再放在一起一看，你就知道，你放到这个框架里面去分析，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们分析问题，我们要从这些我们的方法就是很简单，从大到小，永远是从大到小，我们就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以包括这些他们的一些战略动作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要从大局上看，然后在细节上找问题好吧？观点：根据美国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所以如果中共武力攻台，美国是否可以提供国军核弹？我觉得如果川普提供一颗核弹给蔡英文，习近平就吓尿了那不行，那不可以。为什么？防止核扩散，美国是签署国不能够随便给核弹的，哪能随便给核弹这不行观点：中共大陆的科技问题是中共迫害知识分子这个政策决定的，贪污和产权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要钳制迫害知识分子，只能让假货知识分子控制知识界，于是不但控制了自由的头脑，也掐死了科学发展的灵感。假货当道的时候，所谓的搞科研就变成了装模作样的搞高科技，踏踏实实的骗钱贪污，非常正确，非常对观点：王老师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动容，希望你能够帮助培养更多更好的良心记者我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原来在深圳的项目，我们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编辑优秀的这个记者和这个主管我们真的，我们那个项目，我不知道都出了多少个总编辑了就是原来我们的组长都是出去都当总编辑真的是，那真是个少林寺观点：请大家包容王老师平台上的广告，也算是对王老师的一份支持。毕竟像王老师这样的主播收入途径并不多，并且他一直遭受平台的打压，粉丝数量增长比一些胡说八道的人还慢。听王老师小半年了，我从来没有给王老师发过红包，但是每次广告我都会尽量的播完，不快进。OK， 谢谢，感谢提问：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节目，能否谈一下留学生的问题吗？最近又开始传白宫要出新的政策，留学生每隔2年或者4年就需要出境，重新申请签证才能继续学习。我们很多都是 STEM 专业的，目前的情况下继续续办签证基本上无望。王老师是否可以点评一下未来发展趋势？这个情况没有好消息，就是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我相信留学生政策会越来越严越来越严，而且你说的这个 STEM 专业以 STEM 专业一定是更严，严上加严，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已经在这边展开学业，那么你没有选择，你就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学业完成你的学业这是开始了就不能停。没有来的朋友那就要想一下你未来是不是一定要在美国可不可以考虑去加拿大或者去欧洲其他国家？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门正在关上啊，它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美国的门正在关这件事情是未来发展趋势，所以我可以预见，就是未来这个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啊。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应该坦然面对。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啊，美国国务院推出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啊，并不是说没有底线的，就是乱来，不是的，它是有针对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误伤无辜？有的，肯定是有的，但是这没有办法，因为政策这个东西，它既然讲的是政策，不是个案，那就一定会有误伤。这个是没有办法，叫什么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其实，在留学生这个政策上面，我是非常同情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啊，虽然尽管当中有一些，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留学生，绝大部分的留学生，只有个别才是有问题，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也会受到牵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没办法念完了，最后一个吧。情况最近期 MIT 学者发表论文，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共肺炎可能来自实验室。严立梦博士的报告已经公布了啊，我看不懂那么我现在只在等待能看得懂的专家出来解读啊，等他们解读完了以后，我再帮大家准备讲这个题目，好吧 ？OK， 观点：王先生的摄影棚有大幅提升，影像清晰，画质细腻，流畅度极佳棚灯也设置得很好。今天直播节目时，甚至眼镜都没有出现灯具的反光。好，谢谢。我们换了一个灯，换了一个小灯，这个小灯直接放在这个桌子上，效果还不错谢谢大家啊！明线一下 ，law in law， 谢谢王生说的对，在中国不公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只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才会反省这个体制。希望女儿听您的节目会对走出去信心坚定。OK， 真没钱，观点，多谢王老师的节目。美国非常依赖台湾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和生产力。美国维护台湾的目的是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台积电才是台湾的安全保障，非常正确非常正确。精神细腻萨格尔王，谢谢。今天老师碰桌面话筒有杂音 ，OK， 凑份子给老师买块桌布，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效果好点。我尽量不碰话筒，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已经买了新的杯垫，希望杯垫会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好吗？鱼子，谢谢。米卡卡，谢谢。王启，谢谢。米卡卡，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